Hello，网易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太兴奋了，就是会，然后我一上来前两首歌我就用了好猛的力气来唱，然后以至于我唱完之后，我第三首就累了，对，然后但是，嗯，但是后来互动的时候我又很开心，因为我每一次演唱会都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来跟大家来一起玩，就很即兴的一种互动。然后互动的时候，我就很多人都就是会有一种跟观众没有距离感的感觉，对。然后我就会把这种感觉记下来，记下来之后，以至于我第二年再开的时候，我就会专门为了演唱会而写了很多关于互动的歌曲，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live 的魅力，就是现场的魅力。我不太希望一个场馆里面是一定要划分为舞台和观众区这样一个看似很远的距离。我不希望是他们在看我，我也不希望永远都是让所有上万人来感受我。我希望的是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因为他们是为我而来，所以我就会很喜欢互动，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是能很切身心的感受到他们的，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我只安安静静唱歌的话，永远都是他们在理解我，他这个豪华在唱这个歌，他在表达什么，他们是在思考，而互动的情况下，我是在思考他们的东西，会很感动。对，就是会，你知道，就当因为我自己从第一年开始，我站在，我其实是在后台的时候，还没上台，我在后场的时候，舞台边上就已经听到全场人都在喊华晨宇华晨宇，然后就就那一刻会很想落泪，因为从我的视角去看整个场馆的时候是很震撼的，所以那个感觉就会让人很感动，就是会觉得这么多人因为我而聚在了一起，我就会觉得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有一种觉得很温暖的一种感觉，很温馨嘛，对，嗯，所以就嗯，所以我上台之前听到他们喊的时候，我就会很想流眼泪，是那种流眼泪是有一种不是伤感的，而是美好的一种，对。主题的话会更有一些大爱的东西在里面，对，大爱的东西啊，然后会温柔了很多，对，因为我今年主要讲的是新世界，就是我去年鸟巢开完，等于是一个5年的呃一个一个总结，对对，有点像5年总结，然后那今年是第6年，我去年有说。我去年演唱会上有说，我说开完这一次，接下来就是大家要开始，我们要一起迎来一个新的世界，对，所以我今年这个专辑有点像是重新开始，让大家再来看一看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我可能会写了很多大爱的东西，然后还会很温柔，而且会专门为演唱会来重新来创作了一首歌。顺其自然，一定是顺其自然的。如果只是我想要去做这个改变，我其实是写不出东西来的。对，我是属于那种一定要自己感悟到了，自己只写自己内心的旋律。可能还是歌迷给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有点还算比较封闭自己的人，对。然后后来现在就是这么多年来，然后我已经到了一个从一开始总是会去嗯
跟他们说很多，到现在，就是总是会跟他们开玩笑，对，这个过程就会有个转变，对，就证明我跟歌迷之间关系其实是越来越近的，对，所以说可能我也就越来越放松了。我最早以前其实是把自己关起来会最有灵感，就是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然后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环境下，我会特别有灵感，能写出我在那里坐1个小时呢，我写出好多音乐来。但我现在好像觉得好像在很多状态下都可以写出来，去旅行看新鲜的事物风景，甚至是我早晨起来，把窗帘拉开，我有时候都会有灵感，坐在那里喝茶看夕阳也会有灵感，然后或者跟一个人聊天也会有灵感。就是每当我再去接触一个只要能刺痛到我神经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感觉，然后就能写出东西来。所以跟以前还不一样，反而好像越长大越松弛。对对对对。玩魔方，对，因为我总因为因为我有时候写歌，要是写，一定是，比如说我已经有一个灵感了，好开始写，但写了一段，就是因为灵感不可能是一整首灵感，你不可能坐那里啪一道光过来是一整首歌出来，不太可能的，都是一大段旋律进来了，你突然脑袋里面就有一个旋律了。当我开始去整合它的时候，发现到了一个地方卡住了，好像我往后面没有办法做出来之后，我就会去玩一下魔方。玩魔方它可以让我注意力很集中的在魔方上面，然后我就会忘记我拼完之后我就会忘记刚刚那个我觉得它不是够好的旋律，对对对，然后再回去写就会可能会有感觉一些。其实我的音乐每一年想表达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总是想传递一些能量，但是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自己。比如说我第一张专辑，就是我会把自己形容成一种很小的能量，一种很小的光芒吧，对，就像比如说歌曲里微光啊，烟火里的尘埃啊，这都很小，对。就这些东西，我就想说，我自己其实是很渺小的，但我其实是有光亮的。我不用照耀很多人，我能温暖一个人就足以，就是或者让你在你心里面某一个位置很深的一个位置，或者很小的角落里面，能够被我稍微照亮一点点，我觉得就足以。因为我入行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也慢慢懂，就是说，因为很多的那种唱片公司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个专辑，我们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专辑？你在里面放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们要苦情的也好，爵士也好，什么类似的，就是也表达一个主题或怎么样啊，别人给你定的，然后你去写，或者是他们给你找歌，你来唱。这样的话，就他可能是在去考虑的是一个市场的东西，但我这么多年来，我整个的团队都已经非常了解我，包括我的公司，他们没有办法去要求我做这个，就是我一定是自己到了，因为我是觉得迎合市场，就是我一直觉得我都不知道市场到底要什么啊。对，我就在想，如果你真的给我定了这些东西，定好了之后，我听你的发出来了，它真的就有市场吗？那与其这样，我只觉得一定是极致的作品，总有人能够听到，而且市场不是说你要去迎合，而是你是应该去带着这个市场走的。
没有，我很自由生长的，对，没有说要求自己要干嘛干嘛干嘛，对。我是觉得可能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写歌应该会一直都能写，因为你每一个时间段的心态是不一样，会发生变化，你的音乐会随着你的年纪而改变。比如说我写歌一定要是我心态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能写，因为我还是刚刚说的就是它是我内心的旋律。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有可能，有可能。我人的一生很长的，我现在才活了三分之一，对吧？差不多吧。所以我觉得我光这三分之一我就已经做了很多事了，又上学学习，然后做音乐什么的。对，我有很多的，我才三分之一我就已经有很多爱好了，但我觉得后面非常有可能会有别的兴趣爱好，我也可能会去做别的了。对。